乐姐姐的阅读时间。从前有个叫浦岛太郎的年轻渔夫，他住在一个靠海的小村庄里。他每天都会早早起床，去海边钓鱼。钓鱼对他来说，不仅是生活的来源，也是他最大的乐趣。当他看到鱼儿在海里自由自在地游动，他的心里也感到无比的自由和快乐。他喜欢在海边看着日出，看着太阳慢慢升起，海面上泛起金色的光芒，这是他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刻。一天，浦岛太郎在海边看到几个小孩子在欺负一只小海龟。小海龟的壳上有几个裂痕，看起来非常痛苦。孩子们用木棍戳着小海龟，脸上带着恶作剧的笑容。浦岛太郎心生怜悯，决定要帮助这只可怜的生物。他大步走过去，严肃地说：“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，动物也是有生命的，应该被尊重。”浦岛太郎赶走了那些孩子，小心翼翼地把小海龟抱在怀里。他轻轻地抚摸着小海龟的壳，安慰道：“不要怕，现在你安全了。”他走到海边，蹲下身子，把小海龟轻轻地放回海里。小海龟在水中游动了一下，回头感激地看了他一眼，然后快速游走了。浦岛太郎看着小海龟远去的身影，心里感到无比的满足。第二天，浦岛太郎在钓鱼时，突然看到海面上出现了一位美丽的使者。他身穿华丽的衣服，手持一个金色的海螺，脸上带着神秘的微笑。浦岛太郎感到非常惊讶和好奇，不知道这位使者从何而来。他心里想，这位美丽的使者是谁呢？他来这里有什么目的？使者微笑着对浦岛太郎说：“你救了龙王的女儿，龙王邀请你去龙宫做客。”这时候，浦岛太郎才意识到，昨天他救的那只小乌龟原来是龙王的女儿，是一名公主。浦岛太郎决定跟随使者去龙宫。他坐在使者带来的海龟的背上，他们一起潜入了海底。周围的景象令他目瞪口呆，五彩斑斓的鱼群在他们身边游动，各种奇异的海洋生物在珊瑚礁间穿梭。珊瑚礁和海草随着水流轻轻摆动，整个海底世界像是一个童话般的梦境。浦岛太郎感到非常兴奋和惊奇，他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景象。他们来到了龙宫，这里的建筑宏伟壮丽，闪闪发光。龙王和他的女儿站在门前，热情地迎接浦岛太郎。公主手中拿着一朵美丽的珊瑚花，笑容灿烂地说：“欢迎你，浦岛太郎。”浦岛太郎感到非常惊喜和荣幸，他对龙王和公主深深鞠躬，表示感谢。在龙宫里，浦岛太郎受到了隆重的款待。他们一起享用了丰盛的美食，桌上摆满了各种珍馐佳肴。周围有美妙的音乐响起，宫女们穿着鲜艳的服装，跳起了优美的舞蹈。浦岛太郎心里充满了感激和喜悦。他感
到这是一个梦幻般的世界，让他流连忘返。龙宫里的花园非常美丽，各种奇花异草盛开，花朵的颜色五彩缤纷，在微风中轻轻摇曳。浦岛太郎和公主一起在花园里散步，公主指着各种奇异的花草，耐心地给他讲解。浦岛太郎仔细聆听，感到非常有趣。他从未见过如此美丽和多样的花园。夜晚来临，龙宫被星光点亮，宫殿四周的灯笼散发着柔和的光芒。浦岛太郎躺在柔软的床上，看着天花板上的璀璨星空。他突然想念起自己的家乡和家人，心里感到一阵酸楚。他想，虽然这里很美丽，但我还是想念我的家和亲人。他决定返回家乡。几天后，浦岛太郎决定返回家乡。他对龙王和公主表示了深深的感谢和告别。龙王送给他一个神奇的宝盒，盒子上雕刻着精美的花纹。龙王叮嘱他，这个宝盒非常珍贵，但千万不要轻易打开，否则会带来不好的后果。浦岛太郎感激地接受了宝盒，带着它回到了地面。回到家乡后，浦岛太郎发现村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昔日的熟人都不见了，房屋变得破旧。他感到十分疑惑和不安，心里想，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一切都变了样？浦岛太郎在村子里四处打听，看到都是陌生的面孔。当他提到自己的名字时，人们都感到非常陌生。他感到非常孤独和失落，心里想，难道我真的已经被遗忘了吗？他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只能默默地走在街道上，感受着这份孤寂。他坐在村口的一块大石头上，手中拿着宝盒，心里充满了疑惑和忧虑。他想，这个宝盒到底有什么秘密？为什么龙王不让我打开？他犹豫着是否要打开龙王送给他的宝盒，心里非常纠结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最终，他决定打开宝盒。瞬间，盒子里冒出大量的白烟，他感到全身无力，头发迅速变白，皮肤变得皱巴巴的。他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。他惊恐地看着自己的双手，心里想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村里的老人们看到浦岛太郎的变化，纷纷围了上来。他们认出了浦岛太郎，告诉他，你已经离开这里几百年了，这里的一切都变了样。浦岛太郎感到十分震惊，心里想，几百年，这怎么可能？他难以置信，但又不得不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。原来龙宫里的一天相当于村里的一年，盒子里藏的是浦岛太郎的时间。浦岛太郎在海边坐下，心里想着龙宫的美好时光。他回想起在龙宫的那些日子，那里的一切都那么美好，他感到一阵失落。龙王叮嘱浦岛太郎不要打开宝盒，但浦岛太郎因好奇心，最终打开了它，导致变老。
这故事教导我们，不要因为好奇心或一时冲动而做出后悔的决定。今天的故事结束啦，小朋友们再见。